大家好，我是 Klaus。今天这一期要讲的东西非常重要，会是频道的核心视频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频道做节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培养国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今天要讲的呢，就是心理学上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分水岭，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人生之中，总有一些话是改变你一生，让你难以忘记的。克劳斯，我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师兄。师兄大学最后一年临近毕业，我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他送了我一些不想带走的东西。而对于刚进入新世界的我来说，更渴望的当然是精神食粮。我就问师兄，有没有什么大学或者人生的建议跟我分享？师兄沉默起来，点了支烟，用他深邃的目光看着远方的夕阳，一声长叹伴随着一口烟雾，让黄昏更朦胧了。缓缓的，师兄只说了一句话，一句让我今生难忘的话：不要把别人想得比你蠢。不过当时的我心中10000个草泥马奔腾而过，装什么深沉啊？说的啥呀？没啥意思。多年以后，在工作中不喜欢一个同事，在后来的一次宴会上，我巧妙地跟领导提及了他的工作的失误。一段时间之后，他离开了公司，我在心中窃喜。后来才知道人家另谋了高就，直到后来我当了领导，才明白以前的自己是有多蠢。你以为的精明算计，其实在领导眼里都一清二楚。之后又经历了各种社会对年轻棱角的打磨，才慢慢明白了不要把别人想得比你蠢这句话。汉语的成语里面就有耍小聪明、弄巧成拙、聪明反被聪明误、大智若愚等等，也都是这个意思。而西方更多的会通过实验在学术上证明。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 MacArthur Wheeler，和美国2战著名的麦克阿瑟将军同名。他呢，不知道从哪里听说柠檬汁有隐形的作用，他就用柠檬汁擦了脸，之后抢了2家银行，还对着摄像头微笑。当警察抓到他的时候，他很惊讶，不是应该别人看不到自己吗？这个案子引发了心理学教授邓宁和克鲁格的认知实验。他们对实验者进行测试，测试结束之后，让他们预期自己的成绩。结果发现，在测试成绩处于中等以下的人，普遍高估自己的成绩。后来又陆续做了一系列的实验，包括下棋、打球、语法、驾驶，甚至幽默程度，都证实了这一点。最后，他们总结出来著名的心理学效应，也就是邓宁克鲁格效应。邓宁克鲁格效应是低能力的人高估自己的认知偏差，因为他们由于自己的低能力而意识不到自己的低能力。换个说法就是，客观地评价一种能力，而又能正确地定位自己的水平，是一种高能力。低能力的人还没有达到这种高能力。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2类邓宁克鲁格效应的常见人群。第一种，倚老卖老型，比如工作中总是会有一个门外汉对他人的工作指指点点，这种门外汉通常会是上司或者年龄较长者，也就会成为我们常说的倚老卖老。第二种，半瓶子型，研究表明一知半解的新手最会有过度自信的情况，也就造成了新手泡沫。这个我觉得大多数人都会有所体会，也就是俗话里说的看着简单，做起来难。一项关于医生诊断失误率的调查中得出，在最开始，新手医生是谦虚的，对自己的诊断正确率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但在诊断了一些病人之后，这些有一定诊断经验的新医生高估了自己的诊断准确率。他们认为诊断准确率为73%，可实际上的正确率还没有达到60%。其实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心理现象。井底之蛙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出自于2000多年前的庄子秋水。
可当我们在学习这个成语故事的时候，又有多少人会想到自己也有可能是这只青蛙呢？青蛙的视野只有那么大，自然不会相信天外有天的说法。我们在之前的红黄蓝的视频里有讲过，为什么中国人不相信发生在中国的事？原因是生活和教育在一个所有信息被控制的环境里面，大脑只会选择性的相信跟主流舆论一致的信息，而对于跟主旋律不和谐的音调会自动屏蔽。当然，这是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就是心理学的邓宁克鲁格效应的认知偏差。这种效应在中国尤为明显，防火墙充当了坐井观天的井。这种认知偏差让很多中国人自认为自己知道很多信息，自己看得很明白，理解得很正确，自然也就不相信和听不进去别人说的东西。去年反送中运动的时候，警察到香港中文大学抓学生，有很多大陆的朋友就说那些学生被洗脑，我都懒得骂他们，微信上发现一个删除一个。香港中文大学世界排名 Top 50，能考上的学生有那么容易被洗脑吗？你有本事，你先考上一个，你再说别人被洗脑。全球前50的学校，整个中国都没有香港多。这些不知道上过什么野鸡大学，甚至没上过大学的人，哪里来的资格说别人被洗脑？我们就客观理性的分析，先不说谁被洗脑，一个来自教育发达、自由度高的地区，一个是来自教育落后、信息不公开的地区，哪个人被洗脑的可能性相对高一些呢？但是由于邓宁克鲁格效应，这些人就会高估自己，缺乏理性客观的分析，所以不能把自己正确的定位。为什么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这期节目非常重要？邓宁克鲁格效应是能不能独立思考的分水岭呢？大家看这个定义，这种认知偏差出现的原因就是没有某种能力的人也会同时缺乏可以辨识自己没有这种能力的能力。所以说，要做到客观理性的分析问题，定位自己，就要跨过这个分水岭。这里用图表更形象地展示了邓宁克鲁格效应，在跨过前面这一阶段之后才能达到正常。邓宁和克鲁格两位教授的后续实验还发现，无能的人可以在通过大量的训练提高能力之后，最终认知并且承认他们之前的无能程度。这也就为我们改变墙内人，甚至五毛小粉红提供了理论支持。所以，我希望我们频道的视频能够有资格成为这里所说的训练。希望大家继续支持和帮助我们传播我们的频道。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当年的师兄是有什么故事，但是一句简单的不要把别人想得比你蠢，伴随着我走过了长长的心灵路程。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我是 Klaus，我们下次再见。